最近有一只10倍股跌了好多，然而呢，有一个人呢正在不断的买，这位人士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的，因为他也是过去给了我788好多的投资上面的启发。大家知不知道这位仁兄有中国巴菲特美誉的是谁呢？他是我所知道不是基金经理，不是机构投资者，但是用自己的钱在股票市场里面赚了最多钱的人，他的名字就叫段永平。今天给大家分享他的故事和他的投资策略，来看看对我们的投资有什么启发。特别是他的投资策略是非常简单，特别容易去学去做，然后还不用天天的盯着盘，心惊胆战，可以生活很悠闲，也是像我刚才所说，是股票市场里面个人赚了最多钱的。想不想知道？大家好，我是788张志云，在这个频道里我会分享我投资了30年的经验和心得，希望提升大家的投资回报。那如果你还没订阅的话，赶快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那你就不会错过我每次的视频上载了。回到了今天的主角段永平，其实他的故事很精彩，我把它分成上半身和下半身的故事。他的上半身是一个初期的生意人，在89年的时候，他加入了一家在中山的一个不起名的电子公司。当时那个电子公司经营的不善，也差不多要倒闭了，但是段永平呢非常的聪明，很快老板就放权给他随便去做。在那个年代，中国的知识产权的概念还不是那么健全，段永平就抄袭了日本的一个游戏公司，推出了他自己的小霸王游戏。做到了90年的时候，小霸王是帮这家公司赚了好多的钱，但是这个功劳是段永平做出来的，那肯定呢跟老板当中怎么分钱呢有点意见不合。所以在95年的时候，段永平呢创立了他自己的公司。年纪大一点的人可能会听过步步高这个品牌，在20多年前呢，他们还用了 Arnold Schwarzenegger 来做品牌的代言人，推出了一系列的 DVD 的产品，做到中国当时的前3位 DVD 的供应商。然后在生意里面赚了第一桶金之后，他还投资了大家现在很熟悉的 OPPO 和 vivo， 包括拼多多、极兔都是他有份投资，也是其中一个大股东。所以在做生意里面，他已经是赚到了很多的钱。但是他赚了这么多的钱，就像中国这么多的创业家一样，不一定会使到他非常的出名。使到他非常出名的是在06年的时候，他用了62万美金跟巴菲特吃了一顿饭。吃了这顿饭呢，他当然要请教巴菲特一些投资的理念，最好是能拿走一点锦囊妙计。结果呢，巴菲特就给了他3个锦囊妙计。对段永平来说呢，这3个锦囊妙计简直是太值得他那一顿62万美金的饭了。这3个锦囊妙计，第一个是不要做空，第二个是不要借钱，第3个是不要做自己不懂的事情。是不是很值得？每一个锦囊妙计20万美金。回到了他的下半生，他在中国创业成功之后，在美国碰到了他现在的太太，结果呢就移民到了美国，享受着一个退休人士的生活。在休闲的时候偶然买一些股票，结果他在02年买入了网易，之后的3年里面，网易给了他100倍的回报。在03年的时候呢，他买了爱美可这只股票，之后的3年给到他30倍的回报。到了2011年，他买入了苹果，到现在还持有，这个苹果也给了他超过10倍的回报。14年买了茅台，也是赚了超过10倍以上。最近他不断的在买腾讯，难道这个腾讯是下一个给他10倍股的股票吗？那我们来看一下他这几次的成功的买卖和他的投资的策略对我们现在有什么的启发。回到2002年，网易给了他100倍的回报，当时正好是科网股爆破，所以很多的科网股，特别是在美国上市的中国科网股呢，股价是跌得不得了。网易当时的股价是跌破了1块美金。根据美国的上市条例呢，如果一个股票长期的股价在1块以下
下的话，就要面临的退市，所以网易的股票就越跌越多，越跌越多。段永平这个时候就在想，我自己的步步高也没上市，我拥有的它，我作为一个投资者也不是蛮好的吗？上市和不上市，作为一个生意的老板也不是那么介意，所以他把握了要退市，股价越来越低的这个机会，买了大量的网易，结果网易没有退市，而给了他超过100倍的回报。我们今天面临着很多的中概股在美国可能要被退市，而这个股价不断的下来，有没有机会像段永平当时一样，在这里找到一些类似当年网易的股票呢？所以他第一个投资的理念就是买股票，就是做这个公司的生意的合伙人，我们是在买一家公司的一部分。有了这个概念的话，这个公司上市或者不上市不是那么重要，因为我们是那个生意的一部分。第二呢，他在投资的时候有3个 R， 要是 right models， 好的商业模式，要 right people， 好的文化，好的管理团队，第3个还要是 right price， 好的价格。你会看到他所看的是这家公司的产品好不好啊，他的公司的管理层好不好啊，文化好不好啊，最后讲到就是价格。讲到价格呢，他看的也是价值投资法，也就是说买入的价格一定要很低，低过那个公司的内在价值，而中间需要有一个安全边际。那到底怎么去计算呢？他所说了啊，如果要你用电脑用 Excel 来算一大堆算出来的一个数字，然后呢现在比它便宜了一点点，这根本不是一个好的安全边际。真正的一个好的股票，你基本上用着计算这个估值的这个概念去想想的话，闭上眼睛也知道，哇，这是超值了，卖大包了，好便宜了，这才是一个真正好的价钱。不是说算了很多之后便宜一点点，而是基本上你闭上眼睛都知道，这是便宜的不得了的一个股票。今天很多的股票跌了这么多年之后，其实真的是我们闭上眼睛也知道它是超值的，划算的。那当然只是你够不够胆，还有没有耐心去买，买了之后能不能不怕股票市场继续跌，持有它一段时间，真正的做一个生意的老板合伙人去持有这只股票。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是一个长期的投资者，在他来说，你不介意输一点点小的钱的话，可以去赌博一下，可以去投机一下，但是如果真正是要使到你的财富继续帮你赚很多的钱，使到你的生活美满的话，还是要做一个长期的投资者。那大家有没有发现呢？段永平的投资策略跟七爸爸平时讲的好像很接近啊。其实我是2年前才知道段永平的这个故事，听了之后是很开心的，因为呢，第一个我们的投资理念是很像的，也不难理解，因为我也是学习了巴菲特啊、Charles Munger 啊，他当然也是受了巴菲特、Charles Munger 的影响。第二个呢，我们都是做过生意的，所以我们用生意人的眼光来看投资的话，就非常的自然，而不像是华尔街的那些分析员过度的注重的一些财务报表里面的一些数据啦，或者是一些交易员过度的注重一些技术分析啦。那第3个呢，他的生活也是我非常有共鸣的。我们不是全职的交易员，也不是全职的天天盯着盘看着市场惊心胆战，而是真的能够享受自己的生活。而投资只是我们生活的考自己的眼光，像玩一个游戏这样，投资作为一个乐趣。所以我经常说 Investing is for pleasure, not for pressure。 而我发现如果真的能够把投资变得有趣，这个时候心态会更好，投资的回报也会更好。最后他投资都是投自己的钱，他是拒绝管理或者投资其他人的钱这也是跟七爸爸一样，我希望是通过知识的传播，使到你们自己做好自己的投资，而不是把你的钱去交给一些专业的投资者帮你去打理。因为专业的投资者他们只是个打工仔，他们的利益未必是把你的钱得到最大的回报。而你投资自己钱的时候，因为这个是你自己的钱，你肯定是花了最多的心思，使到它的回报是最好的，而不是考虑其他的一些因素。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去迷信那些很复杂的炒卖的技巧，而是真正的看到要投资有卓越的回报的话，其实是一些很简单的道
道理，但是你要不断的去学习践行，跑到最后也会有很好的投资回报的。那今天这个分享对你有没有启发呢？欢迎大家留言，看到现在也给自己也给我们一个赞，并把今天的视频分享出去。那我们下次再见咯。